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日子过得好累、好苦？有时候连呼吸都觉得喘不过气来。我们从小听到大，老一辈总说死后会下18层地狱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很多人明明还好端端的活着，却早就已经在这地狱里受苦了。我们走到这个岁数，大半辈子过去了，为家庭、为孩子操劳了一生。按理说早该是享清福的时候，可是静下心来看看现实，多少个深夜里翻来覆去，怎么也停不下来的焦虑。明明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却用言语互相折磨的家人，又或者是那些在心里放不下、忘不掉，像毒蛇一样日夜咬着自己不放的恩怨，身体这里痛那里酸，每天活在担忧和无奈里。这无休无止的折磨，难道不就是地狱吗？今天我不是要讲可怕的鬼神传说来吓唬大家，我要带你看透地狱在人间的真实面貌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内容的最后，我会教给你一把逃亡的钥匙，让你学会如何解开执念，找回久违的平静与清凉，真正把日子过回平静与安宁。常听老人家说18层地狱，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可能是一栋往地下深处挖了18层的暗黑大楼，越往下走，楼层越深。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在佛教的宇宙观里，18层地狱的层指的从来都不是空间上的上下楼层，不是说地下室1楼、地下室2楼这样划分的。这里的层代表的是痛苦的程度以及受苦时间的长短，它是根据我们造下的业力轻重所划分出来的不同区域。根据18尼尼经里的记载，地狱的时间如果换算成我们人间的时间，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佛经上说，第一层地狱里的一天相当于我们人间的3750年，而在这一层受苦的众生，他们的寿命是10000岁。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，算一算，这等于我们人间的135亿年啊！更可怕的是，每往下深一层，痛苦的程度和受苦的时间都是上一层的20倍。如果你掉到了第18层地狱，那个时间跨度用我们人类的数学已经算不清楚了。那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无期徒刑，痛苦和残酷的景象，是我们世间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天啊，135亿年，这数字也太夸张了吧？怎么可能有这么长的时间？数字听起来很遥远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用白话文，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来体会一下。你有没有过严重失眠的经验？夜深人静，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心里装着烦心事，想着孩子的房贷，想着自己明天的健检报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你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凌晨3点，你觉得自己好像又痛苦地挣扎了几个小时，各种负面情绪在脑海里翻搅，像走马灯一样把你这辈子受的委屈全放了一遍。然后你再看一眼时间，居然才凌晨3点05分。又或者是当你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口焦急地等待着亲人的消息，当你生重病躺在病床上，忍受着身体极度的疼痛，每一口呼吸都像刀割一样的时候，在那种极致的痛苦里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被无限拉长的。明明才过了5分钟，你却觉得像过了一整年那么漫长。这就是地狱的时间观。当你在受苦的时候，时间是没有尽头的，是凝固的。所以造成这种无尽痛苦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？佛教里有2个很重要的概念。第一个叫做业力。很多人以为业力是老天爷的惩罚，是老天爷在帮你记账，算你的旧账。其实完全不是的。业力
简单来说，就是宇宙间最公平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。你对这个世界丢出去什么，最后就会加倍弹回到你自己身上。你丢出去的是恶言恶语，是抱怨，是自私，弹回来的就是痛苦的果报，是别人的冷眼相待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，这就是业力。它就像我们种菜一样，你撒下苦瓜的种子，就算你天天求神拜佛，它长出来的也绝对不会是甜的西瓜。第二个概念也是最核心的，叫做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华严经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句话是说，地狱是谁建造的？是阎罗王派人去发包施工的吗？不是的，地狱是我们自己的心变现出来的。地狱里那烧得通红的铁柱，其实是你心里燃烧的嫉妒与怒火。地狱里那刺骨的冰山，其实是你对身边亲人冷漠无情的态度。我们的心就像一台超级强大的投影机，你心里装着贪婪、含恨、愚痴，你投射出来的世界就是充满刑具的18层地狱。当我们满心怨气地坐在自家舒适的客厅里，看着什么都不顺眼，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的时候，那个当下，我们虽然坐在柔软的沙发上，但我们的心早就已经坐在了地狱的刀山和火海里。明白了唯心造这个底层逻辑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前几个地狱：拔舌地狱、铁树地狱，还有真龙地狱，你就会突然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些地狱每一天都在我们的人间上演。传说中，如果你活着的时候喜欢挑拨离间、诽谤别人、说谎骗人，死后就会掉进拔舌地狱，那里的恶鬼会用滚烫的铁钳夹住你的舌头，不是一下拔断哦，而是慢慢的、不断的往外拉扯。如果你喜欢在人间拆散别人的骨肉，挑拨父子、兄弟、夫妻之间的感情，那你就会掉进铁树地狱。那里的树叶全是一把把锋利的刀刃，只要靠近，皮肉就会被硬生生地刮下来。还有一种人喜欢恶意重伤，四处散播谣言，死后就会被扔进蒸笼地狱，活活被蒸烤，蒸完之后还要被冷风吹，再送回拔舌地狱继续受苦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？但各位知道吗？这些残酷的刑罚其实每天都在我们周遭重演。在佛教经典里，有一个著名的百头鱼公案。在佛陀的时代，有一位名叫迦毗罗的年轻人，他仗着自己家里有钱，自己又读过很多书，聪明绝顶，平时最喜欢逞口舌之快。他心高气傲，看不起任何人。他只要看到出家人或是修行不够的人，就会随意给人家取难听的绰号。他看到年老的僧人走路慢，就指着人家骂：你这老东西走起路来像只笨重的猪。看到别人吃相不好，就骂人家是狗脸，像只贪吃的猴子。身边的人劝他留点口德，他还洋洋得意，觉得自己只是在开玩笑，觉得自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讲话直了点而已。他的母亲不但不阻止，反而还夸赞儿子聪明伶俐，能言善道。结果呢，因为他造下了极重的口业，这个恶念的业力让他死后转生为一只巨大的海怪。这只海怪的身体像一座山那么大，长着100个不同动物的头，有猪头、狗头、猴头等等，全都是他生前用来骂人的动物。他的身上缠绕着无数的寄生虫，日夜啃咬他的肉体，每一秒钟都痛苦不堪。当佛陀经过海边呼唤他的名字时，这只百头鱼流下了血泪，痛苦的哀嚎。这就是他当年射出去的语言毒箭，最后全部插回了自己身上。
而他那位没有及时纠正他的母亲，也因为纵容恶业，堕入了更深的废死地狱。当时这位年轻人不仅仅是嘴巴坏，他其实是心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觉得别人都不如他。每一次他骂完人，看到别人低着头不敢回嘴的样子，他心里就觉得特别痛快，特别有优越感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行为，就像是在自己灵魂里埋下了一颗最毒的种子。当它变成百头鱼的时候，那种痛苦不是普通的皮肉痛而已。海水里的盐分不断地刺激着他身上那些被寄生虫咬破的伤口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他都能清楚地回想起当年自己是怎么用恶毒的话语去刺伤别人的。他想开口求救，可是他长了100个动物的嘴巴，发出来的只有野兽般难听的哀嚎声，根本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。这才是最深沉的地狱有苦说不出，只能默默承受。各位朋友，听到这里，大家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我们现代人，我们这个岁数的人，是不是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造下了这样的拔舌地狱？你看看每天早上的菜市场，或者是社区旁边的公园里，大家做完早操，是不是就凑在树下聊天？聊着聊着，就开始议论起左邻右舍的私事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2楼那个王太太的女儿离婚搬回来了，肯定是在外面不安分。那个老李的儿子听说欠了一屁股债跑路了，真是造孽啊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得绘声绘影，好像亲眼看见一样。这种茶余饭后的八卦，看似轻松平常，但对于当事人来说，却是足以致命的打击。我们随口说出的一句话，可能就毁了别人家庭的平静。这不就是在造拔舌地狱的业吗？你再看看现在的家庭里，有多少夫妻在吵架的时候，专挑对方最痛的伤疤去戳。你这个人就是没出息，一辈子也赚不了几个钱，跟你那个窝囊废老爸一模一样。一句话像一把刀，直接把多年的感情劈成2半。有多少做父母的，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，对着自己10月怀胎生下来，或者是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，用最恶毒的语言进行情绪勒索。我这辈子就是被你毁了，早知道你这么没用，当初就不该生下你。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去相亲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孩子听了，心里难道不是在淌血吗？我们用爱的名义把孩子绑在身边，逼着他们按照我们的意思去生活，这不就是把孩子推向了铁树地狱，让他们每天在刀刃上痛苦挣扎吗？各位师兄师姐当我们恶言相向的时候，当我们用语言去撕裂亲情、爱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已经在铁树地狱的刀刃上摩擦了。那个拔舌地狱里的铁钳，不是小鬼拿着的，而是我们自己说出去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话，最后反扑回来，让我们的内心痛不欲生，连觉都睡不好。那个蒸笼地狱里的滚烫热气，就是我们吵完架之后，心里那种愤怒、委屈、气得浑身发抖、血压飙高的感受我们每天射出的语言毒箭，就是在为自己，也为我们最爱的人，打造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。说完了口业的刀山，我们再来看看另外几层，同样让人心惊胆跳的地狱。前面提到了油锅地狱、牛坑地狱，还有专门惩罚浪费食物的地狱。传说中，如果你在世的时候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去欺压弱小，去诬告别人，去诈骗别人的财产，死后就会被扔进滚烫的油锅里去煎炸。如果你随意屠杀动物，把他们的痛苦当成自己的快乐，就会被扔进牛坑地狱，被发狂的野牛践踏，
甚至如果你在世的时候浪费粮食，吃2口觉得不喜欢就随手丢掉，死后也会被巨石压身，受尽折磨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对吧？吃剩1口饭也要下地狱，这是不是太严格了？我们劳碌了大半辈子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去餐厅多点几道菜，吃不完倒掉，难道也有罪吗？其实佛法里常说遇海难填，那个油锅里的滚油从来不是别人烧热的，它其实就是我们内心那沸腾不止，永远无法满足的贪欲。而那座寒冷的冰山则代表了我们对其他生命、对拥有事物的冷漠与不珍惜。我们来讲一个佛教里很经典的故事。过去有一位非常富有的长者，家财万贯，每天吃的是山珍海味。他为了讲究排场，每顿饭都要杀1整头猪、1整只羊，但他往往只夹1筷子最嫩的脸颊肉，吃了1口觉得不满意，就让下人把整桌的酒菜全部倒进水沟里。他不仅浪费食物，还喜欢把陈年的美酒倒在地上，看着酒水流淌来取乐。有一次，一位路过的修行人看到水沟里白花花的米饭和肉块，叹了一口气，默默把这些被丢弃的米饭捞起来，到河边洗干净、晒干，一袋一袋的好好保存着。几年之后，世事无常，爆发了严重的战乱和旱灾，土地龟裂，寸草不生。这位富翁的家产在战乱中被抢劫一空，家道中落，他饿得奄奄一息，身上穿着破烂的衣服，拄着拐杖，沿街乞讨，却连一口馊水都讨不到。就在他快要饿死在路边的时候，那位修行人看到了他，就把当年晒干的米煮成一碗热腾腾的粥端给他吃。富翁狼吞虎咽地吃着，觉得这是全天下最美味、最珍贵的东西。他边吃边流泪，感激涕零地说自己遇到了活菩萨。修行人这才平静地告诉他：你不用谢我，这碗粥就是你当年倒在水沟里的那些饭菜啊。富翁听了羞愧难当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，这才明白自己当年因为傲慢与浪费，折损了多大的福报，造下了多大的恶业。大家想象一下他当年的生活有多奢靡，他家里的仓库堆满了吃不完的粮食，多到生虫发霉，但他宁可拿去喂猪喂狗，也不愿意施舍给门口快要饿死的乞丐。他总觉得这些财富是自己命好，是自己应得的，永远都花不完。直到他倒在路边，饿到连抬起一根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，看着天上飞过的鸟，心里甚至嫉妒鸟儿还能有虫子吃。那一刻，他才真正体会到饥饿的恐惧。而那位修行人端着那碗粥走向他的时候，眼神里没有嘲笑，也没有说你看你也有今天，只有满满的慈悲。这碗粥的热气不仅仅是暖了他的胃，更是像一把火，彻底烧醒了他那颗被贪婪和傲慢蒙蔽的心。他这才明白，老天爷给的福报是让我们拿来利益众生的，不是拿来糟蹋的。各位朋友，回头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，这种因为贪欲和不懂得珍惜所造下的地狱，是不是到处都是？你去吃到饱的餐厅，有多少人为了把钱吃回本，拿了满满一桌子的菜，最后根本吃不完，拍拍屁股走人，剩下的食物全被倒进了垃圾桶。这不就是浪费食物的地狱吗？我们总以为自己花钱买的就可以随便处置，但佛教讲惜福，我们浪费的从来不是钱，而是我们自己这辈子命中注定的福报啊！福报就像银行里的存款，你天天挥霍，总有一天会透支的。除了物质上的浪费，我们到了这个年纪，是不是也常常在感情上浪费福报？老伴陪了你几十年，年轻时一起吃苦打拼，
现在老了，你却常常嫌弃对方啰嗦，嫌弃对方动作慢，把对方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。这种对身边人的冷漠与不耐烦，其实也是一种浪费。直到有一天，老伴突然病倒了，或者先走一步了，家里空荡荡的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时候心里那种像被掏空一样的痛楚，难道不比掉进冰山地狱还要冷，还要苦吗？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种地狱，叫石磨地狱和火山地狱。这在我们这个年纪的群体中实在太常见了。传说中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抢夺财产的人，死后会被放进巨大的石磨里，被磨成肉泥，然后吹风复活，再重新磨一次，痛苦无休无止。你看看现实社会里，我们辛辛苦苦大半辈子，省吃俭用攒下一点钱，买了一栋房子，总想着要留给子孙，但结果呢？多少家庭父母还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，外面的兄弟姐妹就已经为了争夺房产和存款，在走廊上吵得不可开交。曾经小时候分一颗糖果都要互相让来让去的亲兄弟，现在为了几百万，为了一块地，互相请律师告上法庭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每一次开庭，每一次互相指控，每一次在法庭上的恶言相向，不就是把亲情放进石磨里来回的斩压，狠狠地磨碎吗？看着亲骨肉变成仇人，父母在九泉之下，或者在病榻之上，那颗心就像被放在火山地狱里日夜炙烤啊！佛陀曾说，世间的财富是五家所共有，水灾、火灾、盗贼、贪官以及不孝的子孙。我们死死抓着这些钱财不放，以为是保障，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智慧，这些钱财往往变成了让骨肉相残的毒药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一毛钱也带不走，唯一能带走的，就是我们这辈子造下的善业，或者是因为贪婪和仇恨结下的恶业。如果我们能看透这一点，能把心里的贪念放下，那石磨地狱的痛苦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。还有一种地狱叫做压实地狱，这就像是我们这个年纪逐渐面临的健康问题与照顾的重担。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，身体的零件开始生锈退化，膝盖痛得走不动路，腰酸得挺不直身板，如果运气不好生了重病，每天要吃大把的药，忍受治疗的折磨。又或者我们成为了照顾者，要日夜照顾卧病在床的年老父母，或者是瘫痪的伴侣。照顾病人是一条非常漫长且孤独的路，有时候你帮他擦澡、喂饭，他因为身体痛苦或者失智，不但不领情，还会乱发脾气，骂你打你，你累得腰酸背痛，看着窗外别人都在游山玩水，自己却被困在这个充满药味的房间里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胸口被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喘不过气来。你会忍不住在心里抱怨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我到底欠了什么债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种身心的煎熬和无望的感觉，就是活生生的压实地狱。但各位朋友，佛法教导我们转念，当我们把生病、把照顾生病亲人看成是无可奈何的折磨时，我们就生活在地狱里。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，把这个过程当作是在还债，在消业障呢？我们每一次耐心地为长辈翻身，每一次忍下对方的无名火，都是在消除我们过去生中结下的恶缘。把病痛当作是提醒我们身体是无常的老师，把照顾当作是修炼慈悲心和忍辱的道场。只要念头一转，那块压在胸口的巨石就会变成让我们灵魂提升的垫脚石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心里可能会觉得有点沉重，
我们看了那么多可怕的画面，发现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，可能早就已经活在了地狱里。面对这样刺骨的现实，很多人会问，一旦陷入了这些人生里的地狱，我们还能救自己吗？有一种说法是，堕入地狱的众生业力深重，自己是救不了自己的，只能在无尽的折磨中无奈地等待刑期结束。听起来这好像是宣判了死刑，完全没有希望了，对不对？但各位朋友，佛法之所以无比慈悲，就在于它从来不会把你逼到绝境，它永远会为你留下一把逃生的钥匙。这把钥匙在哪里？我们来讲一个真实记载在佛经里的故事。很多人以为佛陀生来就是高高在上的，其实不是。释迦牟尼佛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还在六道轮回里受苦，还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他也曾经因为造下了严重的恶业，掉进了非常可怕的火车地狱。在这个地狱里，四周全是烈火烧得通红的铁壁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雾。他和另一个受苦的众生，被凶神恶煞的狱卒逼迫着，要拉一辆烧得通红、极度沉重的铁车。两个人踩在滚烫的铁板上，被烧得皮开肉绽，脚底下发出滋滋的声音。只要脚步稍微慢了一点，狱卒手里的铁叉就会狠狠地刺过来，痛彻心扉。两个人痛苦到了极点。那个拉车的同伴因为体力透支，实在拉不动了，重重地跌倒在地上。狱卒见状，拿起烧红的铁叉，发疯似地毒打那个同伴。同伴发出那种撕心裂肺、极度绝望的惨叫声，那声音在空荡的地狱里回荡，听了让人心碎。在那个火车地狱里，空气热到吸进肺里，都像吞下燃烧的火炭一样，每一口呼吸都带着血腥味。他们拉的那辆铁车，轮子上长满了倒刺，每往前走一步，倒刺就深深扎进地狱的焦土里，沉重的让人想直接放弃生命。可是地狱的众生连想死都死不了，只能无休无止地受折磨。就在同伴倒下的那一刻，佛陀的过去生其实也已经到了极限。他的双手被磨得见骨，双腿都在剧烈发抖，但他看着同伴绝望的眼神，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。他不再去想自己有多痛，不再去恨那个拿着铁叉的狱卒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，那就是只要能让同伴少受一点苦，我连这条命都可以不要。这份完全没有自私的大悲心即将震动整个宇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佛陀的过去生看着身边这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同伴，他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痛，转过头，鼓起勇气对那个可怕的狱卒说，他实在太可怜了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能不能让他休息，把他的绳子套在我身上，让我来替他拉车，把他的痛苦都交给我吧。各位朋友，你猜结果怎么着？狱卒听了勃然大怒，大骂，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，还敢替别人求情。说完，拿起铁叉，一棍子重重地打在他的头上，当场把他给打死了。但是就在他生命消散的那一个瞬间，眼前那些可怕的狱卒、滚烫的火车、燃烧的铁壁，竟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因为这一念慈悲，这份宁愿自己受苦，也要代替别人受罪的大悲心，就像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大雨，瞬间把无边无际的地狱之火给彻底浇熄了。他不但立刻脱离了火车地狱的无尽痛苦，还因为这份纯净的善念，直接转身到了天界，享受清凉与安乐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就是佛法里最核心的一句话：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
当我们深陷在人际关系的纠葛里，深陷在家庭争吵、财产纠纷或是病痛折磨的人间地狱时，我们总是在等别人来救我们。我们等着那个背叛我们的人来道歉，等着不讲理的亲戚突然想通，等着不听话的孩子突然变得孝顺，甚至等着老天爷开眼，等着佛菩萨显灵来把我们拉出去。我们总觉得只要外界变好了，只要别人都顺着我的意了，我的地狱就消失了。但佛陀的故事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打破地狱大门的钥匙从来就不在别人手里，也不在佛菩萨手里，而是在我们自己的一念之间啊！只要你的心念一转，不再去死死抓着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不放，而是升起一丝丝的慈悲与包容，哪怕只是在最愤怒的时候，愿意先放下指责，去理解对方可能也有他的苦衷，也在受苦。就在那善念升起的瞬间，你心里的那座冰山就会开始融化，那口滚烫的油锅就会瞬间冷却，那座沉重的石磨也会立刻停止转动。救赎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，救赎永远是从自救开始的。我们常说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听懂了再多的道理，如果不能落实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、起心动念里，那道理就永远只是道理，地狱依然还是地狱。既然我们知道了地狱是我们自己的牲口臆造出来的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停止建造这些可怕的刑具。为了帮助大家在生活中真正的远离地狱，我为大家整理了3个非常简单，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，请你试着把它们放进你的日常生活中。第一个行动，饭前感恩3口食，破除贪念的油锅。现在的人吃东西总是嫌东嫌西，吃不完就倒掉，这就是在累积浪费的恶业。从今天开始，无论你吃的是豪华大餐还是简单的便当，在动筷子之前，请先看着眼前的食物，在心里默默吃下感恩的3口。吃第1口的时候，在心里说感恩大地的滋养；吃第2口的时候，在心里说感恩所有农夫与厨师的辛劳；吃第3口的时候，告诉自己知足常乐，绝不浪费。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，你就能在每一顿饭里种下感恩与慈悲的种子，化解掉心里那口贪婪的油锅。第2个行动，话到嘴边停3秒，斩断口业的刀山。我们前面说过，拔舌地狱和铁树地狱都是从我们的嘴巴造出来的。下次当你跟家人吵架，或是看到网络上不顺眼的事情，那股火气冲上脑门，最恶毒的话已经跑到嘴边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做一件事，深呼吸，在心里默数1、2、3，就停这3秒钟就好。在这3秒里，问自己一句话，我现在要说出口的这句话，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还是只为了刺伤对方？这句话说出去，是结善缘，还是结恶缘？只要你能忍下这3秒钟，你就能把那把即将射出去的语言毒箭硬生生地折断，你就成功地救了自己一次。第3个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心灵大扫除，融化冷漠的冰山。很多人习惯把白天的委屈、愤怒、对别人的恨意通通带到床上去，在脑海里反复播放别人怎么对不起你，这就是在打造你专属的深夜地狱。从今晚开始，睡前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想象你的心是一间房间，把今天所有的不愉快当作灰尘一样扫出去，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，今天不管谁伤害了我，或者我无心伤害了谁，在这一刻我全部放下，我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我原谅别人，
也原谅我自己。带着这份清净与和平入睡，只有把心里的垃圾清空了，你才能在每一个明天迎来真正的人间天堂。我们今天一起走过了这趟看似沉重，却又无比真实的地狱之旅。或许有些人会觉得，讲述这些画面实在太过残酷，但请大家深深地明白，佛陀在经典里不厌其烦地描绘地狱的苦难，绝对不是为了恐吓我们，更不是要让我们活在恐惧与阴影之中。这份描绘其实是出于一份极大极深的悲悯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，看见自己懵懂的孩子正要伸手去抓炉火上滚烫的铁锅，她一定会用最严厉、最急迫的声音大喊：千万不要碰，那会让你痛不欲生。佛法也是如此，诸佛菩萨不忍心看着我们因为无知，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，在轮回中受尽折磨，所以才要把因果的真相明明白白地摊在我们面前，为我们敲响警钟。地狱从来就不是死后无情的审判，它是为了让我们在人间好好活着的一面镜子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难免会因为烦恼，因为执着，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陷入了焦虑的火海，或是冷漠的冰山。但请你永远记得那个火车地狱里的故事，只要我们的心中还存有一丝丝的善念，只要我们愿意在生气的时候停下3秒钟，愿意在吃饭的时候多一份感恩，愿意在别人痛苦时给予一份包容，我们就随时拥有了打破地狱大门、重获新生的力量。生命的长度我们或许无法决定，但生命的温度永远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一念之间的慈悲，就能让脚下的刀山化作清凉柔软的红莲。在内容的最后，我想邀请荧幕前的每一位师兄师姐，每一位朋友，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微小行动。请你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是一份祈福。你可以写下对身边家人朋友的平安祝福，可以写下对过去某个无心之过的真诚忏悔，你也可以只是简简单单地留下愿世人皆得安宁，或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几个字。请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一句话。当1000个人、10000个人都在这里留下善念的时候，这个小小的留言区就会汇聚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，成为一座真实的人间道场。这股汇聚起来的温暖力量，不仅能抚慰你自己的心，更会化作一道光，照亮那些此刻正深陷在痛苦与绝望之中的人，牵引他们走出内心的地狱。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人间修得一颗柔软、慈悲且觉知的心，放下过往的恩怨，珍惜眼前的人事物，远离恶业，常得清凉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内容就像一盏温暖的灯，照亮了你心里某个角落，恳请你轻轻点个订阅，并按下小铃铛。你的每一次关注和分享，都是在帮助我们将这份善知识传递给更多需要光亮的人。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结伴同行，一起在生活中修心养性，把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踏实安详。我们下期影片再结善缘，祝愿诸位平安吉祥，阿弥陀佛。